其实 Geta 这个品牌这个名字 Geta 是马来语，就是 Geta 就是其实从那个乳胶素里面提炼出来的 latex 做成床垫，所以每一张 Geta 的 mattress 都会有 natural latex 在里面，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天然产品。一张全乳胶的床垫，我们必须要去割超过1000颗乳胶素。你们可以想象1000颗乳胶素是多大的空间，所以它的价格不是贵，是因为它非常的珍贵，所以怎么可能可以卖得很便宜？其实是真的1分钱1分货。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接受我们拷问的是 Geta 的吉达的 CEO 陈倩怡。大家好。那么 Geta 呢是马来西亚知名的床褥品牌，它是以优质的材料还有舒适的设计而闻名的。那么这些床褥通常是采用天然乳胶、记忆棉或者是其他的高品质的材料所制成。那么其实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提供舒适的一种睡眠的体验。那么其实 Geta 他们宣称他们的产品有很多的选择，适合在不同的睡眠需求和偏好。那么这些床褥经过研究以及设计呢，让用户在睡眠当中得到更好的感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就邀请到了 Geta 的首席执行员陈倩怡，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Geta 是如何连续6年荣获2020年到2021年度这个世界品牌大奖的。那我们先来欢迎倩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谢谢你，谢谢。是，今天第一道问题哦，首先我就很想要来了解一下，作为马来西亚3大床褥品牌之一的 Geta， 我们知道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啊。那么即使各公司的技术也好，或者是品质也好呢，也不断的在加强。那么其实你们要如何继续的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当中引领风骚，成为这个品牌或者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领导者？不晓得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公司 Geta 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我是第3代。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从爷爷的时候1969年开始，所以今年我们是第55年了。那其实你说市场上这个床垫的市场竞争非常大，这是很正确的。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年轻人出来创造一些online 的床垫，所以这个竞争是你随便 Google 一下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牌子。那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竞争？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现代化，就是marketing 啊 promotion 啊那些都是要去做。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产品一定要有很好的 quality。 所以这55年以来我们都是在做同样的一个东西，可以算是老字号。一直以来55年以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以产品为第一，然后推广marketing 啊 promotion 啊那些一定是需要的，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产品，我们要做出最好产品。因为如果现在我们再问回去Geta 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品牌，接受这品牌，其实很大部分我们的客户群是属于word by mouth， 就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戚、他们的家人告诉他这个床垫好。其实我们这个牌子是这样子打起的，所以我们的核心就是品质。你的品质要是好的话，别人一定会推荐你的品牌。你刚才提到说你是第3代嘛？那我相信年轻的经营者其实他要面对一个历史这么悠久的一个公司跟一个品牌，你刚才有提到说要更加的创新。我相信创新它必定就要去打破很多公司原本的一些老臣子或者是长辈他们的这些一贯的一些的习惯啊。你自己在面对这一种去改变他们的习惯，为公司带来创新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你的策略是什么？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公司工作，从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家族生意，算起来也有15年了。是其实2019年才开始做 CEO 这个职位，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跟很多不同的同事们一起成长。
不只是大学过后才参与，其实很小的时候家族企业也会跟爸爸妈妈一起，所以是一起成长的。当然也是会有时候有一些挑战，可是很幸运的就是大家都是好像一家人这样子，可以一起去配合对方。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 MCO 的期间，那时候是还没有做 online 的，就是有做，可是没有讲做的很投入。当时我们是属于是retail 的生意，没有办法开，是实体店都没有办法开张，对，只能够透过线上来销售嘛。对，那时候我就得到很多同事的支持，就是这些 manager level 的。都当然是我爸爸妈妈请回来的人，甚至是我爷爷请回来的人。就比方说我们的厂长，是他其实是我爷爷那一代的，我爷爷请他回来的，真是一个老臣子就是了。他非常非常的支持，我需要什么产品，他可以马上做给我，就是在 online 销售的时候，可以送到客户的门口。其实这个online 的 fulfillment 这个 stage 很多时候是讲速度的，好像 Lazada、Shopee， 如果你时间长了，就会被 cancel order。 在 MCO 的期间，我曾经还记得我们是可以达到甚至 same day delivery，因为整个团队都是很积极的去要把这个好的 experience deliver 去 customer，包括我们的 retail的经理跟同事们，这一代属于是我爸爸妈妈请回来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支持。那当然你讲到有可能有时候意见不合，这些肯定会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甚至是 intergeneration 呢，可能想法会不一样，可是大家都是同一个心，是想要把公司做好。而且我相信身为我们 Geta 的成员，大家都对我们的品牌感到很骄傲，所以更加的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好，是一个我们讲说是 internal branding 了。了解。其实我听到你这么分享，我可以体会到说，其实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去建立关系的。是。建立关系之后，然后也聆听不同的意见，然后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也听到有一些的可能第二代、第三代，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他在没有建立一个信任关系之前，你去提出你的想法的时候，或许那个反弹就会比较大。那其实通常你在遇到有反弹的时候，你的去沟通的方式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你通常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说服对方？其实我不一定需要说服，我觉得首先要先了解，因为我的工作我未必能每天去做一些小细节的事情。就比方说，如果我对某某产品要起价，可能因为 supplier 起价，肯定啦会遇到一些resistance 啦。而且我们面的会讲，你起得那么高，我卖不出。我会先要去了解，然后可能要去做一个妥协咯。就比方讲 ，OK， 可能现在不起的话，可能3个月过后，我觉得不一定是有时候有决定就一定要马上实行，除非是紧急性了。了解。所以我觉得除了了解沟通，也是要给大家一个时间去消化。对，凡事不能够太躁进。是。那其实我前阵子我也在找这个新的 Mattress 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了一些市场调查，就发现说 Geta 其实在整个的市场定位当中，你们的还是属于比较一个高端的产品，价位也比较高。但是在现在这么多众多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外进来的品牌，或者是本地 OEM 的这种品牌，在这种价格战当中，其实你是怎么样子去思考说你们的价格还可以维持在一定的高度，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是不是让公司能够继续的永续经营下去？你的想法是什么？ OK， 其实 Geta 这个品牌，我们的核心主要这个名字 Geta 是马来语就是 originate 出来的。Geta 就是 Geta 就是其实从那个乳胶树里面提炼出来的 latex 做成床垫，所以每一张 Geta 的 mattress 都会有 natural latex 在里面。natural latex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天然产品，所以一个这么好这么天然的东西，不可能是很便宜就能得到的，所以它的价格不是贵，是因为它非常的珍贵，没有办法把它卖得太便宜。就比方讲一张全乳胶的床垫，
双人床啦，我们必须要去个超过1000棵乳胶树。你们可以想象1000棵乳胶树是多大的空间所以怎么可能可以卖得很便宜？其实是真的一分钱一分货，用到这么好的东西，那个定位一定是在哪里。可是另外一点，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 Geta 其实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厂家，我们一出道的时候，我们有帮很多不同 local 跟外国的公司、床垫公司、OEM、ODM 都有的。那其实我们是工厂，我们能制造很多不同价位，甚至我们自己的公司也有其他的品牌在我们的手下，有更加便宜的，也有更加贵的。Geta 只是其中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它用的原料，它的价格定位就必须是维持在那里。是，好，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在市场上面一些竞争激烈的一些现象啊。那么在生产量方面呢 ，LSK 已经获得这个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认证啊，成为最大的国内的天然乳胶床垫的制造商。虽然在本地的市场上面呢 ，Geta 很像拥有更多的品牌认证或者是品牌的认可啊，你们会不会担心这个强劲的对手 LSK 很快的就会超越你们呢？这个我觉得是很 up to 思想是怎么样，最大不一定是最好，也代表最快也不一定是最好。就好像今天我们讲的是 technology， 什么都要快，可是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慢性的东西非常有它的价值。我们不要再讲大跟小就比方讲煮东西slow cooking，做 juice slow juicing， 为什么 slow juice 卖得比其他很快榨出来的苹果汁贵？其实是因为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就是价值。LSK 刚才你提到他们是volume wise 很大它那个是它的优势。我们 Geta 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品牌信任度大家如果要买，可以问一问，那你是想要买最大的？还是有其他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区别。好像刚才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有讲到，我们是怎么样去分别，怎么样去 strengthen 我们的 position。其实Geta 很清楚的，我们讲的第一就是产品，因为我们是卖产品，不是卖服务，所以产品一定要好。不是要做多，不是要做大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放弃一些 market， 因为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的核心，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用最好的东西给客户群。有时候做到太大，未必能 deliver 到最 premium 最好的 quality。所以你们还是希望说，在整个的公司还有产品的定位上面，你们还是比较重视在品质上面。对，那么在规模上面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未必是你们的一个考量，或者是你们主要去追求的一个方向，可以这么说吗？坦白讲，当然啦，我们也想做最大，可是我觉得每一样东西你不能要完全部。所以如果给我们选择的话，当然我们要做成最大，可是我们一定会选择品质线，然后有机会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会追求要做大。是，现在其实在市面上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快消产品那可能特别是在衣服服饰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快时尚，可能穿几次就丢掉。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闯入的品牌，它可能不追求要用的久10年15年，它可能就是年轻的上班族，我一买来我可能价格不需要太贵，我用个3、5年我就想要换。那这样子的一种产品的路线它现在确实也是占领了，不管是时尚圈也好，或者是日常用品，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这个会是你们会去考虑的其中一种路线吗？就是快消、很迅速的、很消耗的这些消耗品的方向，会是未来的规划吗？其实这个 Geta 的话是一定不会了，因为我们的定位跟价格是没有办法能达到这个快消的市场，所以 Geta 这个品牌我们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是从书里面提炼出来
是有一个珍贵性在那里，所以那个 branding 的 direction 也不会以这个好像 fast fashion 这个 market，我们会以一些 wellness 所谓的那种身心灵这个角度去 market 这个品牌。了解，对，所以还是会继续的走这种品质以及高端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啊。那你自己认为品质跟高端在马来西亚在未来10到20年的时间之内，你觉得它的这个市场份额还有需求会持续的上升吗？我觉得会，可是可能没有很大的一个 growth。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exponential growth 都是一些爆品。我们这个品牌50多年了，其实也做到一定的程度，也没有什么可能性能变成一个爆品。可是我们有的就是那个价值，那个信任度，所以我们必须要维持这一个下去。不过当然我们会不断的去创新，用更好的品质，可能带科技进来，跟natural 的产品一起配合，提供给客户群更好的东西。可是爆发性的话，我觉得 realistically是不会有这样子，可是能答应能 promise 我们的消费者就是他们能用给大家就是一定是最好的 quality。或许在马来西亚的这种高端市场的成长，它的速度呢是不及国外这么来得快的啊。所以其实刚刚在访问的时候之前呢，也是有提到说你们在国外其实是有用吉达，特别是在华语区的这些地方有用吉达这个名字来打响你们在国外的一个品牌的效应。那其实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现在除了马来西亚市场之外，也到了比如说像是台湾或者是中国的市场吗？是有的。我们 Geta 其实在这么多年以来都一直不断的在外国推广我们这个品牌。那现在有在超过20个国家。对，有建立 Geta 这个品牌。是，那么其实在这些先进的国家当中，它就更加的讲求所谓的 ESG， 或者是讲求环保可持续性。那这个其实对于一个闯入品牌来说，这个是非常挑战的事情啊。就是你要如何去符合这些先进国家他们对于品质的要求，还有他们对于环保产品的这个要求，可不可以在这个部分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是如何去做到在这些先进国家的对于品质的要求的？现在 ESG 是一个很 hot 的 topic 啦，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当我们创立品牌的时候，就已经是有这一个方向在 in 我们的 mind 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选择的原料，最主要的原料就是natural latex，就是天然的材料。那当然在我们的床垫的成构里面都有很多不同其他的材料，我们也一定会选择有天然产品还是高含天然产品。如果今天我跟你讲全部是天然，那肯定是骗你的，因为如果你要一张完全天然的产品，我可以讲是这市场找不到。But 我们会尽量当我们 source 我们的 material 会以这个来当做是一个 benchmark。而且这个不是今天昨天，是当我们成立品牌的时候，就是以这个来定方向。我们对这个 ESG 的方面呢，是从我们的工厂生产产品那边就开始。刚才提到的 sourcing， 还有我们的 energy， 我们有2家工厂在马来西亚跟泰国。马来西亚的已经是开始用 solar technology 来做我们的 energy， 在泰国也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 step to fulfill 就是 environment 的 issues， 还有甚至到产品制造的时候，到 packing， 我们用的 tape 也是一些recyclable 的，不是那种普通对，或者是可循环再利用的。对，其实这个超过10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价格当然是更加的贵，甚至我会遇到我们的工厂的一些就是打包的工人，他们会投诉讲，这个不比那个年，我很难工作。可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因为我们是工厂嘛，是大量的出的。那如果我们大量的去用一些不是很天然的东西，没有 recyclable 的功能性的话，
是其实会 damage 啦这个 environment。所以接下来到 office。我们也是有做很多不同的就是 procedures， 好像 paperless， 怎么样把一个50多年的公司 from paper 换去不 paper，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我们都一直有放这些东西 in mind as 我们的 effort， 去怎么样 reduce carbon footprint。那么刚刚我有提起嘛，因为之前我自己要买床垫的关系呢，所以去走访了一些工厂啊，然后发现说其实很多制造床垫的公司呢，我就觉得他们的工人肯定会有工伤，因为我一走进去就看到那个木屑啊，就是灰尘啊，就是一直在满天飞啊，所以我就在思考说，这样子的工作环境要如何制作出一个好的床垫，我就会有存疑。所以我相信像你们公司应该在工厂里面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吧？肯定不会。这个也是我爸爸他是第2代他是一个对这些东西非常敏感的。我们的公司就是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很记得我爸爸他看工厂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早上下午就一天几次去巡工厂的时候，东西不能放在地上。OK， 所有的产品就算是还没做成床垫，它都会放在那个 pallet 上面，所有的东西。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走进我们的工厂，你是绝对不会看到有就是产品，就是还半造的产品会在地上的。更何况你讲很多灰尘，这个是打扫，我们是依照日本的 Kaizen 的 5S， 就是要怎么去清理，这些都是一种 continuous 的 improvement。我们做 OEM 有接很多日本的生意，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有学习到很多如何去维持清洁。所以刚才你所提到的，当然我们知道不只是清洁，就甚至简单到灯光那灯光不能太暗。很多时候工厂甚至如果你去一些car park他们想要省电就会把灯光放得很暗，可是我们的灯光我们是有测的，哪一个地区需要高一点，哪一个地区需要低一点的灯光 to make sure 我们的工作人员长时间在工厂工作的时候，那个灯光是不会伤害到他的眼睛。如果是太暗的话，他长时间工作需要 strain 他的眼睛，其实是长期对他的身体是有伤害。所以这些步骤我们就是不是今天昨天，我们其实是这么多年这么多10年以前就开始准备了。了解。对，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在购买床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其实差不多一样 latex 的产品，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原来其实很多事情就是魔鬼就是出现在细节里面嘛，对不对？对。所以我相信，其实要去符合国外的一些对于环保的 compliance 或者是品质的 compliance，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是。那还有要将产品推广到国外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人也都在思考说，我有一个好的产品，我怎么样子带到国外？那么带到国外之后，我要如何让它持续在国外的这个市场当中受到欢迎？这个有没有一些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其实当然了，一个好的 partner 在国外，其实这个是最重要。不过当然是时间磨练出来。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好像比方讲我们在某一个国家 let's say Korea 是我们目前做的最好的，是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还记得当我们的 partner 第一天来的时候，跟我们开始他们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司，可是经过10多年真的是一天一天去 build 出来。其实如果我们的 success 是在 Malaysia 的话，你先在自己的国家先有一个 success story， 然后再出到国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lesson。 如果你连 Malaysia 的 base 都不好，你要立刻就想要把你的产品卖到国外，不是不可以，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要卖你的东西？如果是卖的是产品啦。了解。对。那其实现在公司也稳健的成长，然后在马来西亚有一席之地，然后也拓展到国外了。接下来有上市的打算吗？
暂时是还没有，不过我觉得 anything can happen。OK， 是。对，那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一家公司它要继续的扩张，或者是拓展的话，它一定是需要资金的嘛。所以在资金的这个筹措资金的这个部分，对你们来说，现在是有怎么样子的想法吗？还是用利润来去持续的去扩张，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对，我们这50多年以来都算是一个比较慢性的成长啦。Organic growth， 大家在外面看到品牌是哇 everywhere marketing， 可是我们的 growth 是 at the moment 是属于是很 organic 的。我觉得接下来的5年我不敢讲10年，也会是这样子的曲线。不过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其实 Geta 不只是一个品牌的公司，我们的主公司是厂家。说厂家那方面的话，可能我们会有其他的想法。开其他的品牌就需要更大的资金去grow， 可是 Geta 这个品牌是我们的 jewel 啦，我们会保护它，我们不会去乱开、乱卖，我们一定会把它养成一个就是很好的品牌。我们不会讲为了这个品牌，我们就开始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好像做到乱七八糟。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很清醒啊。是，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动哦。今天听到你这样子的分享，尤其是在现在马来西亚一个比较浮躁的一个商业气氛当中，大家都在追求速度，要追求快，然后可能都忽略了，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对，先要把产品顾好，把消费者的感受也顾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补充的？比如说，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子值得让大家期待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计划？是能够跟我们分享的呢？对，那产品呢？我们现在会做很多小样的产品，所有的产品呢都是跟舒适度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也开始增加我们的宝宝产品，因为好的睡眠不只是大人嘛，小孩跟宝宝也是应该要有机会分享。然后我们2024年最大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我们跟电影院 TRX 的 GSC Aurum Cinema， 我们即将 Geta 会有3个 Cinema Hall 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很期待的，2月6号会开幕，然后2个 Cinema Hall， 然后第3个 Cinema Hall 是最豪华的，那个是大概在2024年的6月份。我想补充问一句，就是你说 Geta 的 Cinema Hall， 意思说它里面的坐垫座椅是有你们是你们的产品一样。对 ，OK， 对，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Geta 的 CEO 陈倩怡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谢谢。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